大家好，我是立东，这是一个分享山铁知识的频道。近期因为换工作有了短暂的时间，决定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前往日本。相信各位对于单车如何带上飞机到日本跑来跑去会比较有兴趣，对吧？我只能说带车出国不伤财，但是极度劳民啊。今天的影片前半段我主要会说7个带车出国要注意的事情，后半段再和你分享这次单车旅行的一些体悟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要到日本单车旅行，你必须先通过航空公司这一关一定要先确认你的车厢的长宽高，人家是可以放行的。依照规定的不同，通常总长290公分以内就可以当一般行李，只要重量在限制内都不会被当盘子另外收钱的。事先告知的话，航空公司基本上是会让你上的啦，而且还不用排队，空姐直接带你走大型行李通道，就是爽。我这次呢使用的是这种可折式的吸车厢，加上4个可爱的轮子。这4个轮子呢都是可以拆掉的，拆掉的话在托运的时候比较不会倒。还有方便我到达第一天的饭店就立刻收折，请饭店呢把箱子、轮子和一些包材寄到最后一天的饭店，让整个旅程减轻重量。也因为这样，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饭店最好要订稍微高级一点的啦，这样才会有比较漂亮的柜台姐姐。因为这样才会方便你的车子寄放。像我这次最后一天住的胶囊旅馆，完全没有放车子的空间，好在最后花钱到机场寄放了事，莫名被削了一波，真的不优啊！所以出发前确认不行的话，就赶快换一间饭店吧。等这些都确认好了，再来伤脑筋，要怎么把车子装进箱子内。旅行中，因为所有的家当都必须要跟着你上山下海，拔掉功率计和踏板就能减少更多的东西，像是卡鞋、电池之类的。说实在，多一样东西对旅行而言就是一种负担。好在我极度节俭，一个包就能解决出国几周需要的行李。还有行李可以挂在车上的话，拜托就不要背在身上。你看看同行这2个内行的上管包、重泳包什么的，真的是用好用满啊。当你背着东西骑超过50公里，肩膀开始哀嚎后，就会开始羡慕他们啦。至于装箱的部分，我试了很多方法，拆龙头、拆把手之类的。这时走内线的车子的痛点就出现啦，不管你怎么折，都是一个煎熬。试过了很多方法后，最后决定拆掉链条和后便，最安全啦，体积也缩小最多，电变就是赞啦。然后放上碟盘保护板、油压挡片，把大盘固好，并且把轮胎空气卸掉，不然飞上天低气压，轮胎直接炸掉啊！最后就把车架放进吸车袋，把一些不想背的东西一起挤进箱子里。还有拆下来的东西千万不要忘记，像是链条踏板后便通通丢到箱子里吧。如果人在日本打开来才发现少一样东西，就真的闹笑话啦。这边给你一个清单，列出我这次带去日本的东西，有兴趣的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咯。来到日本之后，要开始骑车前，找一个不会碍到别人的地方，把车组起来就可以开骑啦。相信各位也都知道，日本的交通状况和台湾比起来，真的是相对安全的，都保持1.5米超车距离，優しいですね。可是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要做到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，就是路口的止まれ字样，上一张照片给你看，就是这个，或是这个。像画面中这样减速，看一看就滑过去，是完全不行的。在警察眼里等于没有做。标准动作示范给你看，要像这个样子，双脚着地，完全停止确认完才可以啊。不然你就会收到像这样的警告单。这边你可以暂停一下，看看你违反过哪些。如果真的不幸被警察给堵到，我建议你即使日文再好，都要装作听不懂，比较不会被罚钱啊。
这次的路线啊，几乎在富士五湖周边移动，像这个样子。日本山路有时候真的也是很不友善啊，像湖跟湖之间的连接道路，真的是窄到想骂脏话。你一定会想问，那干嘛不骑人行道啊？我们走里面好了，走里面。这边的人行道年久失修，杂草丛生，又凹凸不平。即使在台湾交通环境的训练下，我们个个都是车神，用铁人的上下车绝招一直进出，对速度快的公路车而言还是极度危险啊！除了这些地上的坑洞，其实整趟骑车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愉快，凉爽的气候，温暖的阳光，真的让人好想永远留在这里啊！其实我们也去过了很多景点，吃了很多有特色的东西，但3个臭男生吃东西这种画面，我们还是先跳过吧。至于在日本的移动过程中，天气好的话，当然就用骑的嘛。但如果运气非常悲惨，遇到下雨的话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，开启轮行模式，日文叫做輪行，就是用大众运输带着车子一起移动的意思啦。这次在环绕富士五湖周边时，就遇到了暴雨，就硬着头皮骑了一段，又湿又冷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山中湖往玉电场的山路又像南回一样，超级危险，因此直接放弃。厕所换上一套干衣服后上车，让自己在掌握风险的状态下，保持弹性和可应变性，旅程会变得更精彩啊！顺带一提，在轮行的时候要尽量避开尖峰时段的电车，通勤时段的山手线你大看，绝对会挤爆。还有，要不是我的朋友都是怪人，不然扛着车走个3-5公里，月台上上下下，没有一点体力啊，用吸车带移动，真的比用骑的还累。30而后行嘿。说实在，旅行就是一种自我理解和省思的方式。日本啊，还是这么熟悉和陌生。这次在旅行中，其实感触最深的就是，为何时间流逝得如此快速？如果你从我的 IG 照片上来看，我自从2年前离开日本之后，我摄影的眼睛就像是被关闭了一样。开始工作后更是拍不出任何好照片。这次回到日本，习惯变成了我最大的敌人。景点和购物对我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，反倒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，才又帮我唤醒对于生活的感知。像是在巴士上，隔壁和我攀谈的老太太，聊着她退休后的生活和她家乡的名产。又像是跟路边认识的中国姐姐吃她想要吃的烧鸟。这个名字我真的是想了半天，原来是 yakitori 啊，就是烤鸡肉的意思，害我一直在想那个烧鸟的画面。随后大半夜带着不熬夜的我去看发光的东京铁塔，回程看喝醉酒的上班族发疯，很累但很特別。又或是跟着日本高中的妹妹到浅草抽签求平安。わー、今日だ。大吉じゃん。一番いい。一番悪いやつ。だから今日は勉強の日じゃない。结果结论就是今天不适合读书，好好玩啦。然后我就放空，跟着他走，排队上晴空塔当巨人看小房子。我想说的是啊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只有一次。跟相同的人去同一个地方真的不容易啊！跟这2个疯子一起骑车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。绕了富士五湖一圈，镰仓海边玩了风浪板，参加了语言交流聚会。你和什么人去体验了什么事，那才是最特别的事情啊！旅程的后半段，特地去跑了皇居一圈，随便一个路人都是4分数，真的会吓哭。我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浏览这个巨型城市，虽然身怀巨款，但我对购物真的完全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除了书店中那一本本完全不同的训练观点和想法，能勾起我的好奇心。最后买了一些想和你们分享的书，之后还可以做成影片，就期待一下吧。好的。以上就是这次日本行的心得啦。你也会想带车去日本骑吗？或是有任何我没有补充到的，都欢迎留言。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3个单车的表情符号，让我知道你也看过这部影片吧。感谢你的时间，喜欢运动主题影片，欢迎订阅订一波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